嗨，大家好，本频道之前把2颗120 AIO 装在 Mitsubishi 上，那这种单烤、双烤温度几乎一样的感觉，实在令人记忆犹新。那我之前也想过，我苏狗16也可以装2颗120水冷，但因为已经卖掉了，所以又再买一个黑色回来煮看看。那有看 YT 社群就知道我把那个120给搞漏水了，那是因为我在改后扇的时候自己用了太长的螺丝。然后刚好螺丝下面就是水道，然后锁上去就破了一个小洞。一开始我还没有发现，然后上机前翻转的时候感到一阵滑滑的水，那就知道不妙了。那还好没上电，所以零件晾干之后就没事了。那我转换阵地到 Mitsubishi 上，那想说自己也早就买了280，却从来没有用过。那这一次理线好，也想要好看一点，不要像上次一样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。那我之前已经讲过太多次这壳了，那给大家直接看一下成品。那我目标是透过尼龙柱垫高来多一个槽位，更换主机板的挡板，多一个理线的空间。那所有的线材，包含水冷啊、24 pin 啊、2.5 SATA，通通都可以透过主机板背面走线。然后如果背面的 SSD 有改散热器，也比较方便这样用。但显卡还是老样子在原本的地方。那翻到正面后，你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线材就比上一次干净了很多。那下面的风扇前面几乎全部清空了，那上面还是很紧凑，所以你还是要有风扇铁网才可以来避免线材会卷进风扇里。那我风扇也改成了 P14 吼，那它多了2 mini， 所以其实整体看起来是蛮紧绷的。那这个是旧的280，所以它的 logo 也转不了。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水冷要这样装。那跟大家提醒一下，那水冷用久难免会有气体留在水道里头。那如果你出水排在底部的话，那你的气体会尽可能留在水冷排的顶部，同时减少水管的过度弯曲。那讲这么多，那我马上来进行烧机测试。那在室温29度的情况下，底噪大概是35分贝到37分贝，那老样子烧半个小时。那在全速1700转，再加上公版 6900XT 在1800转的情况下，那距离45公分下，噪音大概是在43分贝左右。那你听一下，其实滑鼠的声音或冰块的声音都比这个大。那整体来说是很安静的。但在单烤的情况下已经到了95度，那双烤的情况下也还是100度降频，从 4.9 微微降到了 4.8。那对于这种全程超过220瓦以上的 CPU 算是相当严苛的环境，其实跟当时120水冷在 4.6 4.5G 其实是差不多的状况。这世代的 CPU 的热源可以说相当集中，实际上热风出来的状况其实也没有水冷显卡来的那么高。那显卡部分倒是相当的凉快。GPU 的温度是72度，热点跟机体大概在84度。那换上了玻璃侧透支，再做一次就顶到99度。那 GPU 大概是87度左右。那玻璃侧板还是太接近了，如果你想这样子搞，那大概 Mitsubishi 还是换成4槽会比较好一点。但因为我这一次要多一个槽位来去理线，所以我就没这样干了，反倒是做一个罩子来看一下。那理论上这样是可以避免热风回冲到显卡风扇里头。实际测一下 GPU 的温度大概是82度，那热点跟记忆体大概是在94度，那离 Mesh 还是有差不多10度的差距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换到4槽模式下再试一次。那我大概拍我这个导风罩的样子给你参考一下。那后来又换到网孔来测一下，那其实用 Mesh 面板有没有这个罩子其实没什么差，那大家做个参考。那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，那我们可以换回 W6600 的绘图卡。那这盘正才100瓦的显卡而已，那你的鼓风扇下吹或者是玻璃侧透其实也没什么差了。等到我用到一定程度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卡。那新的120水冷，那等到装回去再跟大家看一下。不过诚如大家所看到的，当280水冷都已经跑到95度了，如果你用这种等级的配置，我想后排120水冷基本上也是很难看到。那估计这一次我大概会从二手挖挖看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